我们都知道，一般劳工国定假日一年有12天，但你知道有些劳工其实还会再多一天吗？那就是原住民朋友们的岁时记忆休假。原住民族委员会呢，每年都会公告下一个年度的原住民岁时记忆放假日期。如果具有原住民族身份的劳工，就可以依照自己的族别，在指定期间内，依照需求择一天休假。这支影片就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岁时记忆的相关规定，以及2025年度的休假期间哦。大家好，我是 Sean， 欢迎回到 Workforce 劳动力量。原住民族岁时记忆之所以可以放假，是依照内政部发布的《纪念日及节日实施办法》第4条的规定。其实这样的国定假日规范呢，到目前为止已经实施了长达10多年之久了。不过，即使到目前为止啊，我们还是有听过不少雇主或劳工们对这项国假其实不是很熟悉，甚至有听过一些雇主啊，因为不熟悉劳动法令，就单方面的拒绝让原住民朋友休假，那这样子可能就会违反劳基法的规范了。那么到底什么叫做岁时记忆呢？原住民族岁时记忆是会依照各个族别不同的文化与习惯，分别在不同的时间举行祭典，例如像是我们常听到的丰年祭等等，对于原住民族来说是很重要的节日以及庆典。因此，具有原住民身份的劳工，在原民会指定的岁时记忆休假期间内，就可以依照劳基法第37条以及第39条的规定放假1日，而且当天的工资也要照常发给。简单来说，岁时记忆就像一般人的端午节中秋节或清明节等等的民俗节日一样。因此，过去呢，政府也才会在99年修法，让原住民族的朋友得以在岁时记忆当天休假。既然岁时记忆是属于国定假日的性质，其实就跟一般的婚丧事病假这类的请假并不一样。按理来说呢，具有原住民族身份的劳工，在他的族别岁时记忆的当天是可以直接休假，而不需要请假的。然而由于有时候雇主并不会知道劳工是不是具有原住民族的身份，因此当劳工要依照刚刚所提到的这些规定休假时，其实建议还是提供户籍誊本或户口名簿这些可以证明原住民族身份或族别的文件给雇主，让雇主可以确认他的身份以及休假日期是否正确无误。再补充一下，我们开头有提到的原住民朋友可以在指定期间内依照需求择1日休假，具体来说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好几年前的岁时记忆休假制度，在部分的族别是由原民会直接指定某一个特定的日期休假，比如说像是2020年的太鲁阁族感恩祭，其实是指定在10月15号当天才可以休假。又或是像赛德克族的收获节，则是在当年呢被指定在12月31休假。但是就算是同一个族别，也有可能因为部落的文化不同，而未必都在同一天举办岁时记忆。所以大概是从2022年开始吧，原住民族各族的岁时记忆放假日期呢，都采用了一定期间的形式来指定休假日期，让原住民族呢可以从指定的期间内择一天来休假，更能配合部落所举行的岁时记忆，弹性的去运用自己的假期。以下就在画面上提供给大家看看2025年，也就是民国114年度的各原住民族岁时记忆放假期间吧。可以看得出来，不同的族别大概都有2到3个月的期间是可以指定休假的。举例来说呢，如果是具有卑南族身份的劳工，他就可以在2025年的12月15日到2026年的1月5日之间，向雇主主张要早一天休假，而且当天的性质是属于国定假日的。那对雇主来说，只要确认身份别以及休假的日期确实有在原民会指定的期间内的话，当天就应该要让劳工照常放假，而且也不能影响到他的薪资，也不可以有其他的不利处分。既然我们都有一直提到原住民族岁时记忆是属于国定假日的性质，那接下来就来帮大家再复习一下有关于国定假日的给假以及工资给付原则吧。只要是适用劳基法的原住民劳工，遇到岁时记忆的休假时，其实严格来说会有3种不同的状况。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刚刚一直有提到的，在原民会公告的放假期间内，由劳工直接向雇主声明哪一天要休假，那当天的薪资就会照给，所以当月如果没有其他请假或是迟到之类的情况的话，月薪就应该不受到影响。第二种呢，则是雇主征得劳工的同意之后，让他在国定假日当天出勤，并且要加给1天的工资。
简单来说啊，就是用加班费来替代休假啦。但是也要特别注意一下，依照劳动部过去的解释，如果是月薪制的全时工作者，国定假日劳工出勤的时候，就算没有满8小时，也会因为他当天已经没有办法充分运用了假日，所以还是要加发1天的工资作为加班费。第3种呢，则是可以经过劳资双方的协商去调移休假日。如果岁时祭仪有刚好遇到例假或休息日的话，雇主这边也应该要给他补假。就像其他的国定假日一样，劳资双方本来就可以合意调整放假的日期。举例来说，像是5月1号的劳动节，如果劳工因为当天有业务的需求啊，其实是可以协商调整成隔天休假。像这类的情况，我们就叫做国定假日的协商调移。原住民族岁时祭仪也同样可以协商调移，不过由于目前的休假方式都是在指定的期间内由劳工早1天休假就可以，所以其实应该不太需要协商调移，只要经过协调之后，让该名劳工指定在其他的日期休假就可以了。另外也补充一下我额外的想法，如果劳工已经指定好某一天要休假，而且他刚好又是在指定的期间的最后1天，但是当天快到的时候啊，才知道其实是不太方便休假的。这个时候啊，其实可以再透过协商调移的制度，把国定假日往后挪移到适当的日期，这样就算超过了原本指定的期间，我会认为也是没有问题的，只要该名劳工的权利没有受到减损就可以了。以上就是原住民岁时祭仪的基本休假规定与原则啦。其实还有一些更细致的规定，在双方有意见分歧的时候可以作为参考。像是依照原民会的公告啊，具有原住民身份的劳工，可以在他的本人、父母或配偶的所属民族岁时祭仪放假日期中去找1天来休假。那这具体来说是什么意思呢？举例来说啊，如果某个劳工是卑南族的身份，但是他的配偶则是阿美族的身份，两个族别的指定放假期间并不相同，但是双方都可能会因为祭典的需求而需要配合另外一半出席，所以依照原民会的说明，劳工也可以选择自己的配偶或是父母所属的族别放假期间，向雇主主张要休假。不过可能就需要额外举出配偶或父母的族别证明给雇主，来作为放假的依据了。另外啊，如果本人不具有原住民的身份，可是配偶是具有原住民身份的，那本人也可以向雇主主张要陪同配偶参加祭典，因此要请岁时祭仪的休假吗？原民会过去就曾说明过，只有具有原住民的身份者，才可以在岁时祭仪办理休假，所以不具有该身份的配偶其实是没有办法放假的。其他更多细节的问题啊，其实也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过去在部落格中所写过的关于原住民族岁时祭仪放假日的常见问答这篇文章。我们汇整了原民会的官方解释，再补上了一些我们自己的额外说明，相信对于劳资双方应该都会有所帮助。最后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岁时祭仪呢，毕竟是具有原住民族身份的劳工他们的法定权益。假如劳工已经明确告知雇主他的身份，并且请求岁时祭仪当天要休假，或是资方他明明就已经知道员工具有原住民身份，却刻意不给假的话，那就有可能会违反了劳基法第37条或第39条的规定。假如经过劳动检查确认属实的话，最高啊可能就会面临到100万元的罚锾，所以雇主们一定要特别注意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啦，有任何想法都欢迎在留言区提出跟我们讨论哦。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